前两天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的一架 F-35B 在飞行中遭遇事故，飞行员弹射逃生，最终导致战机坠海。英国方面随后进行打捞工作，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没想到的是，这架坠海的 F-35居然在地中海制造了一场乱局，将英美俄三国都卷入了其中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称，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 F-35B 坠海以后，英国向美国发出了紧急求助，希望美军能够帮助英国对这架坠海的 F-35B 战机进行打捞，并且已经将这一任务提升为高度优先任务。为何打捞这架已经坠海的 F-35战机还得扯上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呢？这架 F-35B 是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起飞不久就坠毁了。考虑到海面对战机的损害程度不是很大，这架 F-35战机很可能会以一个完好无损的状态沉入海底，而事发地点又是在地中海，这就让俄罗斯有机可乘。一旦俄罗斯海军先英美两国找到这架战机，那么俄罗斯很有可能会获得一架完好无损的 F-35战机，这对俄罗斯而言可以说是捡了一个大便宜，而对英美而言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，所以英国不得不对美军发起紧急求助。据报道，目前英国已经对事故发生区域进行了严密的监控，但还未发现任何关于这架飞机的信息。考虑到飞行员在弹射以后，飞机还会自主飞行一段时间，这将大大的增加搜索难度。而俄罗斯在地中海部署了大量的潜艇以及先进的扬塔尔号侦察船，特别是后者配备了专业的定位打捞设备，这对英美而言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英国军方相关人士表示，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搜寻这架 F-35B， 甚至将它打捞出水面。毕竟俄罗斯不会拒绝一架送上门来的 F-35战机。而英国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美国，希望通过来自美国的拖拽声呐来对坠海的 F-35B 进行定位和追踪。只不过，目前这款声呐还在运输的过程当中，能不能赶在俄罗斯海军之前找到这架战机还不好说。所以说，这架 F-35B 战机在地中海制造乱局一点也不为过。对英美而言，一架 F-35B 坠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能让它被俄罗斯得到。毕竟，作为美国及其盟友未来一段时间的主力战机 ，F-35的数据是无论如何不能泄露的，特别是俄罗斯。由此可见，目前的地中海正在上演一番英美俄三国主演的一场竞速大战，究竟是谁能先一步找到这架至关重要的 F-35战机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11月23号，随便翻了翻朋友圈，就能发现有好多孩子的学校都在准备过2天的感恩节活动。毕竟要感恩父母恩师、亲朋好友故旧，也有很多商店在准备感恩节回馈客户。而作为西方重要的节日，美国又在干什么呢？穿越台湾海峡。据环球网10月23号报道称，台海在今天又突如其来的迎来了一位不是很欢迎的访客——美军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。当然，话术也还是老三样：例行活动、国际水域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承诺等等。从某方面说，这也确实是美军例行活动，但却是这1年以来形成的例行活动。而美国所谓的维护自由稳定的印太地区承诺，这种废话几乎很多人甚至都懒得反驳。毕竟在美军没有来之前，亚太的平静和美军来之后的风波，这几乎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。只有美军自己天天装瞎，当作看不见。那么这次又把这件事拿出来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美军不仅再次晃晃荡荡地穿越了台海，还另外干了2件事，着实让人怀疑。前不久刚结束的中美会晤，在美国眼里已经不存在了，甚至中方屡次对美国所作所为的宽容，在美军的眼里也根本不存在。所谓的感恩，在美国的眼里更成为了一句废话。第一件事，根据上官新闻的消息，美国媒体在近日曝光出一件事，那就是在台美军数量已经是去年的2倍了。换句话来说，以前美军派遣进入台岛的美军数量是陆陆续续增加的，那么今年1年，美军就派出了几乎几年增加的总数。就这，谁能不认为美军是狼子野心呢？第二件事，美军在全面撤出阿富汗以后，再次发出了撤军令。这次撤军的是伊拉克美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不仅仅只是美军把伊拉克搞得国破家亡以后简简单单的事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：这次撤军以后，这么多的美军会安排到哪里呢？从阿富汗撤军事宜上来说，美军必然打算安排进入现在局势升温的地区，也就是不是俄乌边境，就是亚太。而转移进入亚太的可能性更大，毕竟拜登还不敢对着普京亮凶器。所以从这十分明显的动作来看，美军这是要干什么？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。而且从中美会晤以后，美军在亚太的动作可谓是非常多了。先是集齐了5国34艘军舰，在日本周边搞了一场大型军演活动，又是邀请东盟参加 G7峰会，还和澳大利亚在奥库斯框架下搞了一份非常一言难尽的协议。这不是冲着亚太来的是干什么呢？很明显，如今亚太很可能会再次爆发对抗，因此我国必须提高警惕。当然也奉劝美国和其他国家，有些事不能做，做了之后后果必将难以承受。因为此前中国外交部就明确表示，对于美国频繁寻衅滋事，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，望其他人也不要火中取栗，因为这只会是死路一条。
11月23号，距离中美高层视频会晤结束尚且不足1个月，果不其然，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据环球网报道，近日，美国媒体公开爆料，五角大楼正在偷偷向岛内增兵。虽然每次的人数并不多，但是整体增加的幅度非常大。从美国国防部的最新数据来看，光是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，美军已经在岛内悄悄留下了39名美军，甚至就在今年6月之前，这个数据还只有30名现役美军。不过4个月时间，美军几乎是每个月2名士兵往岛上派，但是对比前几年的数据，这已经近乎之前2倍的增兵幅度了。虽说人数确实不多，但是美军所打的名头向来是训练台军。很显然，美国依然打着所谓以台制华的主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除了所谓的增兵以外，美国还有不少动作针对亚太地区，例如拉拢5国在日本军演、派出军舰穿航台海等。不得不说，美国果然是出了名的喜欢说话不算话。此前在会晤上明明确确地表示只认一个中国，结果最近却又接连如此行径，可谓是真小人也。当然，我们对于美国也一直没有抱着很信任的态度，毕竟早就知道了美国喜欢干这种事，所以当初就说了，只有美国政策落实到位，中国才会紧跟着去落实相关政策。既然美国再次挑衅，那么我军进行一些回应，自然是理所当然。而且，中国其实早已对美国发出了警告，在台驻军是中国不可跨越的红线。如今美国一再踩线，那么后果美军就必须自己承受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威慑和警告，例如11月23号，美军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穿航台海一事，我军就对美军发出了警告，并且相比从前的发言，这次东部战区发言非常简洁，扣除掉事件发生本身，就短短2句话。一句表示对美军军舰进行了全程抵近跟踪监视，一句则是正儿八经的回应，美方此举是在制造安全风险，破坏地区稳定，战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坚决反制一切威胁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然后就没了。虽然这句话和每次类似情景回应的差不多，但必须要知道的是，平静底下很有可能是暴风雨，而且有道是字越少事儿越大，这在这里同样可以通用。很显然，一场风波或将来临了。最后必须要说的是，其实，对于美国的种种动作，解放军并不是没有准备的。甚至11月初和美国会晤之后，我军就开始了接连巡航台西南空域，直到23号当天，解放军战机在自家院子转转的行动没有缺席一天。而且在这么长时间的巡航中，我军还时不时搞各种分兵动作，最后搞得就连岛内都在天天叫嚣，甚至都搞了一出决战海域的封锁第一岛链的演习。不得不说，即便美国有心，那又如何？中国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也不会放任任何国家和个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安全搞破坏，这一点中国都没有变化过。近段时间，黑海似乎成了美国、北约与俄罗斯一个矛盾的重点聚集地。在美国及其北约终于离开之后，两者又将难民一事全部怪罪于白俄两国，这使得后者极其不满。依据俄罗斯的性格来说，美国以及北约过火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引起俄罗斯的怒火。两方之间紧张的气氛使得外界一致发出担忧，都在害怕双方哪天就直接把战争的号角吹响了。事实证明，俄罗斯是不会轻易服软的。据悉，俄罗斯上将波波夫爆出一则猛料，揭露库尔斯克沉没原因，其称库尔斯克在发生事故之前曾与北约潜艇相撞过。当时官方给出的结果是，这艘核潜艇是在演习期间，由于一颗鱼雷爆炸才导致的这场悲剧。现如今，俄美否定了之前的说法，称是北约潜艇相撞于库尔斯克才导致后者的沉没。波波夫甚至坦言，其有90%把握可以说出这艘北约潜艇的名字，这无疑是在把北约是最终的真凶基本给坐实了。虽然不清楚库尔斯克号沉没的最终原因，但有一点我们深知，时隔这么久，这件事被重提，注定是不会轻易被平息的。俄媒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在影射北约，不如说是在牵制美国，想要讨要一个有力的解答。毕竟库尔斯克号事件中有一个大家能接受的说法，就是美国用鱼雷对库尔斯克号进行击沉，而这件事情被揪出来重提的时间段也很微妙，正好是俄罗斯与北约、美国矛盾僵化的上升阶段，再加上俄罗斯军队前往美载区边界并进行相关巡逻。尽管俄方对外称这是在正常进行操作，并指出俄军是在提供帮助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俄军之前未在这些地区展开过活动，而这次俄军首次进行活动，无疑是给载区美军提供了较大的压力。相关人士对此分析，这两件事情爆出的时间段可以说是巧妙。库尔斯克号沉没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个心病，但现在随着俄罗斯和北约、美国的开撕，俄媒可以说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将北约推上风浪口。至于美国非法控制中东局势并强行盗取石油，这是全世界都明了的。俄罗斯军队表现出的是，条件允许的话，
其能提供很好的帮助，这无疑是在对美军的直接挑衅。这很难不让人联想，俄罗斯或许真的是打算搞事。毕竟从俄罗斯的立场出发，其在这2件事情上的做法都站得住脚，而且也符合绝大部分人的心声。